如果这个东西能够导致一个人状态不清醒之下坠楼，甚至危害自己的生命，难道它不比毒品还严重吗？偶尔会在新闻上面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，我忍不住想要站出来跟他们说，他们儿子抽的不是电子烟，不是普通的电子烟。它虽然现在是个 poison， 不过我觉得它应该比较接近毒品。偶然的有一天请了病假在家里的时候，那是我第一次发觉他不对劲，跟他讲话语无伦次，答非所问，脸带微笑，然后腿一直抖，走路或者站住都要用手扶着墙壁，看起来就是很无力。隔天他回来的时候，他一直开不了门，然后最终他开到门进门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同样的状态，同样的语无伦次，同样的腿发抖。当下我就100%他有问题了。我们争执之后，他是想要冲去窗口跳。我就把他拉住，我抱住他的身体的当时，他用手这样掐我，掐了我好多秒，我真的以为我会死掉，因为我当下真的有窒息的感觉。放开之后，用手撞墙，而且掐我跟拿我的头撞墙这两个动作，当天发生了至少3到4次。依托米酯其实是一个超快速的麻醉药，所以在手术室里，我们会给病人打入他们的血液里，让他们昏睡。最近他们就是有些人滥用，把它放进电子烟的烟油里，让它蒸发之后会被输入肺，然后进血液里，影响到大脑，这会产生一种会很嗨的感觉，不过也会让那个人神志不清，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会抽动。有一些香港的科学文章有说，当他们不用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烦躁，可能会影响情绪，产生幻觉，甚至说想自残或者自杀，就是这些是 withdrawal 的症状。掺入依托米酯的电子烟被卖家宣扬成效果近似毒品 K 他命，因此在新加坡得名 K-Pods。又因使用后如丧尸般不受控的行为，被称为丧尸烟弹。丧尸烟弹还有很多名字，在马来西亚、香港、台湾等地区都出现青少年滥用丧尸烟弹的情况。2024年，卫生科学局处理了10起丧尸烟弹案件。今年截至6月30日，当局已侦测到28起类似案件。依托米酯在新加坡不属于毒品，而是归类为毒药，在毒药法令下进行监管。依托米酯明明只能在医疗监督下使用，那这种电子烟又是怎么流入街头的？这个东西是我的侄儿从他认识的卖家手上买给我儿子的。你可以想象一个母亲是什么样的心情吗？即便你问多10个、20个像我侄儿这样的人，他们也不会透露卖家是谁，所以他也不跟我讲。他说他绝对不会出卖他的卖家，他已经交代他认识的卖家不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儿子。但是问题是我儿子随随便便在 Telegram 就已经买得到了。记者上网查找，的确找到多个售卖电子烟的平台 ，K-Pods 也能直接买到，价格约在50到80新元不等。除了能够轻易购买到，根据凯利的说法，本地 K-Pods 使用者及其家庭也面临了其他困境。为了让儿子能够戒掉药瘾，凯利2度报警，但儿子的药检结果并无异常，每次被处以500元罚款。凯利反而需要帮助失业的儿子垫付。一开始我没想申请停令，即便发生了那个掐我跳楼的事，完全没有机会跟他正常对话。
不管你想要做什么都没有用，因为他听不进。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助儿子，凯莉在5月向法庭申请强制治疗令，但直到7月才预约到第1次治疗。治疗手段包括看心理医生和辅导员。医生也要求儿子持续服药。为何药检测不到？成瘾者又可以服用什么药物进行治疗？针对凯莉的说法，我们询问了精神科医生的意见。其实它也会增加我们脑分泌，一个叫 GABA 的脑分泌。这个 GABA 的脑分泌它大脑会适应的。所以你长期增加 GABA 那个大脑就会产生一种依赖性。虽然现在是个 poison， 不过我觉得它应该比较接近毒品。依托醚质是否可以在尿液中检测出来？好像香港跟台湾，他们已经发明一些 test kit， 可以很迅速的检查到那个人有没有用依他命。我也是有听说，因为这个依托醚质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代谢的很快。因为它是个超短暂的麻醉药，所以其实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被我们的身体排除了，所以可能过了1-2天就测验不出。不过在头发会是3个月。那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治疗的方法？我觉得比较安全的是可能需要住院观察然后让医生make sure 他们的withdrawal 不是很严重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比较安全慢性的安眠药帮他们接。安眠药其实它也是增加 GABA， 它可以代替那个依托醚质。辅导也是很重要，就是教他们怎么去克服这些毒瘾。希望有关当局尽快出一个法案，强制管控 K-pop， 请你们快点设立一个中心，一个团体，已经在 K-pop 的路上的人有个地方可以去治疗。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再到香港，丧尸烟弹甚至已经成了全亚洲的共同问題。香港政府在2025年2月將依托醚質列為毒品，販賣者最高可被判終身監禁。將依托醚質係列為危險藥物，即係話毒品。新加坡現行法令下，依托醚質屬毒藥，非法供應者最高被判2年監禁或罰款1萬元。但對許多家屬來說，或許這遠遠不夠。7月12日，衛生部與內政部最新聯合聲明指出，有關當局將加強對喪屍煙彈的取締行動，同時也在考慮加強現有的法律和執法機制。